呢，我要教大家小厨做大菜。这个小葱放进去，开火，红烧酱油、五香粉，加点清水，白葡萄酒一点点，切薄片，牛扒一样时间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晃，这个是最好玩的一个环节了。哎呀，他裂了一个，我还是用手吧。要不再给你们唱首歌？我受不了凌乱、脏、不干净这种。完成了。不羡鸳鸯不羡仙，好吃就在我旁边。大家好，我是茂味湘潭佬，今天教大家融合新菜黑蒜荔枝糖醋排骨。倒入排骨生炒。我们先要把排骨水分炒干，点出它一面带一点点的焦黄颜色。你要想这道菜甜的不发腻的话，就一定要用盐来中和它。盐量就是我们平常炒菜放多少盐，我们就放多少盐就可以了啊。像这种排骨，它肉比较厚的，我们就选出来，重新再改一下刀，一坨变两坨。这个排骨要炸到它表面出现一点微微的金黄颜色，加入白糖，1斤荔枝，80克白糖。这个糖是稍稍融化，记得就要开始放水了啊，不能够炒太久，由糖就变成糖色就会发苦了啊。清水大概没过排骨即可。静待开锅，我们等白糖完全融化。看锅里出现一点糖色了，再加入片糖。1斤荔枝，25克片糖。我们的醋可以多放点没关系啊。醋的目的是让它更加的脱骨，你不要怕它这个醋会酸，因为它经过煮以后，它的酸味它会挥发的。盖锅盖的目的是让它的排骨快速的脱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隔着这个盖子已经看到它这个汤稠已经慢慢的变得浓稠了，然后它的颜色也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加入黑蒜。现在就是进入我们的收汁阶段，这个点一定请大家注意啊，就是不要停下你手上的铲子。糖如果烧焦了的话，就会有一股很难闻的焦味，所以一定不能够让糖粘锅。好了，现在这粘稠度已经达到了，放入我们增加风味的蜂蜜醋，倒入我们刚刚剥好的妃子笑荔枝，倒入荔枝以后，请大家注意就不要炒得太久了啊，因为它炒久了以后，荔枝的水分会经过高温快速的析出，然后会影响这个糖汁的浓度。稍稍翻炒，感觉荔枝上面能够裹上这一层薄薄的糖浆就可以了。好，一道非常简单又家常的黑蒜荔枝排骨，今天就做好了。大家在家里不妨也跟着学着一起做起来，美味可口，老少皆宜哦。一饭分神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AKA 厨房公牛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分享我自己觉得比较拿手，同时也好吃的一道咖喱牛肉碎盖饭给你们。我们先来把牛肉腌一下，一点点老抽、蚝油、香醋、料酒、生抽、白胡椒粉、黑胡椒。白糖、盐，一点点玉米淀粉，加一丢丢水，朋友们，就是一丢丢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给它按个摩。大家腌肉呀，做什么事情我会刻意的用一下左手。据说这是一个防止老年痴呆的小妙招，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好。就这样子，我们牛肉碎开腌。这个时候备别的菜，这个土豆丁和胡萝卜丁，为了怕它硬，我们先给它
稍微的煮一下，煮软。好，我们现在就静候一下。这段时间要不要给我们来个 freestyle？ 可以啊，没想到会来到一饭纷呈，伴随着范林的成长，慢慢在长大成人。可能是对于力量的崇尚，从说唱舞台到厨房，我依然叫着公牛。很多人只知道我是个做音乐的，不知道我厨艺一流。导演让我押韵，我没有准备。就像等会的这道新菜，今天不知道是什么口味。对于生活的沉淀，我们不需要太在乎成败。你吃多了山珍海味之后，别忘了来点家常菜。可以吧？还是有点小功夫在的。行，我们这个煮了差不多3分钟。OK， 我们的胡萝卜和土豆就放在旁边备用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也是这道菜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牛肉油给它炒出来，要不会很腻。这个步骤朋友们就不用再放油了，就直接咱们就开始煸炒就好。这个煸炒牛肉的过程要很耐心，慢慢的炒，把它炒的焦香，它的油才能出来。OK， 感觉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热锅烧油的状态，洋葱煸出香味儿，胡萝卜、土豆放进去，开始给它一顿猛炒。都开始入味了，我们把牛肉加进来。牛肉加完，立刻就是小米辣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到放咖喱的时候了，撒得均匀一点。最开始基础的味道就已经比较齐全了。这时候可以尝一下。哇，层次很丰富，开心。最后关火，把这个香菜一混合，咱们给它一搅拌，色泽就非常的完美了。先把米饭盛出来，压平，咖喱水盖在上面，然后我们煎蛋，这蛋快点煎，要不菜就凉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就是把火调小，切记不要在油完全热之前高温的去煎这个蛋，一定会糊掉。等油烧热，稍微OK， 这个时候有点呲啦呲啦声，咱们就可以下蛋了。立刻把火再转的小一点，差不多。咱们就也不要让它太熟。咖喱牛肉碎拌饭，健康饮食，吃出健康。所以今天这一道咖喱牛肉碎，我觉得可以成为你的日常必备，一定是美味又健康。来自厨房公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范。今天呢，准备来给大家做一道我自己非常爱吃的，也是我自己从小吃到大的。小时候我就记得特别爱吃我妈做的辣椒炒肉，然后我每次吃的时候呢，都会拿这个肉汤来拌饭吃。所以今天呢，就给大家来做这个符合我们江西人口味的一道下饭菜——肉翅拌饭。食材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啊，选的是五花肉、豆豉、蒜苗、美人椒，它这个红辣椒它不会过辣。这里呢就很像我来到了一个品牌直播间，邀请我来品牌直播间做客。3、2、1，上链接，把我这个本人的链接上去。因为大家一般要我上链接都是说，主播可以上链接吗？博主可以上链，我不缺这些食材，我更缺一个主播，我缺天饭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吧。来一点底油，锅热了就可以把这个五花肉跟这个姜一起放进去。对啊，我蛮爱吃米饭的，因为我是江西人嘛，做的菜大部分都是小炒，
江西菜就是巨下饭，所以我为什么叫天饭呢？一道菜做得好吃，下不下饭，就是你能多吃一碗饭，说明这道菜就做到位了。所以大火让它快速的把它煸熟，炒到断生就可以让它就这样慢慢的煎着。你看到有一点点这种焦化的金黄色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喷一点点料酒进去。就喷料酒一定是在猛火的时候，火大的时候，去这个猪肉的膻味、腥味。好，其实我这个就是属于在家里面省锅版本，就是不用再去洗锅了。你要觉得煎的差不多了，你就把这个肉往边上推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别的料了。我们可以把这个蒜切好的这个美人椒下进去。就是另外一边的肉就让它煎着，这一边呢，我们把辣椒跟蒜给它炒香。你觉得炒差不多了，就可以 mix 在一起了。混合好了之后，要放的就是酱油、老抽。让这个酱香味激发出来。好，你看这个颜色差不多了，对吧？我们加一点点白糖来提鲜，再加一点点鸡精，因为这个是要拿来拌饭的嘛，所以它汤要稍微多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热水进去，一定要是热水啊，凉水冲进去，你的肉就变紧了。盖上盖子，焖它个3-5分钟。我开始收拾了啊！哦，差不多了。哦，香的嘞！好，我们江西菜辣椒炒肉的灵魂，加一点点豆豉进去，然后把这个蒜苗出锅前给它放进去，给它炒香。哦，搞定。好，米饭好了之后，我们这道菜呢非常的省锅，就只用洗这个锅，还有电饭煲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连汤带菜全部浇到米饭上，我们就可以全部倒进去，跟这个米饭拌在一起。然后做拌饭的这个米呢，大家要煮的稍微干一点点啊，放水的时候可以少放一点，米饭干一点，这个汤汁才能够充分的吸进去啊，而且吃起来会更有嚼劲一点。一般这个状态呢，我就要给大家添饭了。OK， 这样一份肉汁拌饭就做好了。来，要不要给你添副碗筷？大家好，我是豆腐姐。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酱焖豆腐。现在开始来处理一下食材吧。把它切成块或者是用勺子挖碎都可以，非常简单。OK， 起锅烧油。哦，对，还有大葱我们没有处理。直接把八角和大葱一起放进去，把它慢慢炒出香味。八角和葱爆香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加入一勺黄豆酱。这道菜不需要加盐的，因为酱里面的盐还有酱油里的盐它就够了。一定要把酱炒香，然后再放上干辣椒。
好，都炒香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加开水了。水烧开之后就可以下豆腐了。也稍微来点老抽，上点颜色会更好看。大火炖5分钟吧。对，因为东北的豆腐特别好吃，就怎么做都好吃。这个是个非常简单的办法。哦，那太省钱了这道菜。你看一块豆腐差不多2块钱，加调料什么的，我觉得成本4、5块钱，5块钱以内吧。还可以买点肉末，就这个菜可以有很多种做法，你还可以加点肉末进去，它就变成肉末豆腐。就自己做饭真的，很省钱。我觉得都差不多，面对镜头做菜就会很紧张。平常我自己做饭，我就一个人在厨房，就是我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，我很快就能做好。如果有人在旁边的话，反倒有点忙，有点慌张。好，今天我们的酱焖豆腐就做好了。再来把小葱点缀一下。好了。今天这道酱焖豆腐就完成了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学着做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陈皮面试酱焖那个五花肉凉瓜。哎呀，我还没介绍自己，重新来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陈皮哥，今天做一个陈皮面试酱焖那个五花肉凉瓜。我们主要的材料在后边呢，大家先看一下，五花肉一定要有，凉瓜、紫苏，还有2种颜色的甜椒。最重要有什么呢？有那个面试酱，要调上那个陈皮，陈皮先用那个水泡开它。因为泡开它，把里边的瓤要刮掉，因为陈皮有些那个瓤会苦的，所以要刮掉它，那焖起来就香一点。这个陈皮呢，你就拣一下那个大红皮好一点，它比较香甜啊，因为糖分重，所以它皮是有点黑的。如果二红和青皮那些就苦味会重，当然最好就拿新会陈皮咯，稍微让它多碎一点点，因为热天的时候啊，那个陈皮啊，跟那个凉瓜啊，它会有消暑的功效的，比较清爽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炉子打开啊，那烧红一点点，一热到粘底就不好了那个肉。好，我们先加点花生油，五花肉爆香。金黄色2遍，微黄，均匀一点周围翻一下。它爆香，出点油，那五花就香，吃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油腻。好了，有点金黄的时候，我们就加上蒜头、姜、陈皮，爆炒一下。现在很多陈皮味就出来了，也很香了。跟着放那个面试酱，陈皮面试酱啊，这个面试酱是我自己调的。面试酱也是拿点五花啊、花生油啊，爆香那个面酱，爆得很香的时候就加一点味粉啊、鸡粉啊、糖啊，最重要是那个陈皮啊，要把它全部一起爆香它。这个时候加点料酒了，加点水，要焖嘛。盐不要太多，本身那个酱是有点咸味的。味精，糖要稍微多一点点，凉瓜带苦，所以那个糖稍微要多一点点啊。胡椒粉、麻油，再放点蚝油。好，我们先焖一下，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吧。
就翻它一下吧。如果你喜欢软一点、烂一点的话，就多焖5分钟；又想吃的稍微有点糊感的，就15分钟也刚刚好。还有点鸡，等一下这个鸡来捞白米饭，挺开胃的。现在放那个紫苏啊，最后加一点生抽，海天金标生抽啊，不要多，一点还好了，提鲜。好，我们加点生粉啊。捞一下，好嘞，可以喽。这个下饭菜，因为现在夏天到了，爱来凉瓜是这个时节的节令的蔬菜，还有五花肉跟凉瓜一起焖，很开胃的，所以很下饭啊，所以推荐大家做这个菜。外婆手上是卖中草药的。我跟我外婆，带我长大的，所以我小时候我外婆几岁的时候就给陈皮水我喝了，所以对陈皮很有感觉。后来我在经营饭店的时候，在江门新会那边，大概90年代已经过去了，因为饭店需要陈皮很多嘛，所以那时候用很多陈皮已经做菜了。那个时候，后来现在就也经营那个陈皮生意嘛，所以大家都叫我陈皮哥了。现在。大家好，我是纽约户爷。今天要做一道菜是油面筋塞肉。这道菜是我妈妈教我的第一道菜，所以我对它的记忆很深的。这个做起来也很方便。这个是前腿的肉，给它搅好，按照比例把板油末给它放进去，一般是3比7。这样做出来比较好吃。这个榨菜稍微冲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也要给它切细了。放了榨菜呢，这个就鲜味出来了，也不用放很多的味精啊、鸡精啊这样子。搞一点葱姜水，把这个先拌一下，水不要一次加的太多，加的太多这个肉会稀掉。放一点酱油，放一点蚝油，放一点料酒，白胡椒可以多一点，因为去腥的。放一点点的味精，稍微提一点点鲜。打1个鸡蛋，要顺一个方向打，给它摔一下。把刚才切好的榨菜末给它放进去，再给它拌一下，可以了。这样子基本上可以了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面筋给它先挖个洞，一般就是1个手指。这个肉能塞满尽量塞得满一点，但也不能太满哦，一定要在这个洞下面。最后手指摁一下，让它肉跑到下面去。好了，就这几个吧。下面我们就开始烧了，放点油给它煎一下。这样吃起来这个皮有筋道。调一个汁，放点酱油，老抽少放一点。现在面筋看起来比刚才小了。因为这个锅太大了，面筋太少，所以要加一点水，不然这个肉烧不熟。稍微来一点白糖，水开以后火不要太大，太大它一会儿就收干了，这个里边的肉还没有熟。最后给它开大火，水收干就好了。这道菜就做好了。怎么用啊？锅中下入致死量的菜籽油，油少了它炸不开呀，它容易糊啊。它属于水溶性氨基酸嘛，让它浓缩，就有香菇的香味。这个黑膜一定要洗掉、洗干净，要不然它会很腥。这个主要的作用呢，还是让它羊肉
黏膜给它打出来，能让它起到一个粘连的一个作用。醋呢，它在煮的时候会挥发，调和一下味道，吃起来没有那么腻。一会儿我做好你们吃，你就知道什么口感了。这道菜会不饿吗？就做好了。